哎呦，福星来了！哎，你们这儿扩大经营了啊？哎，那边有一空地，来，走走走。啊，你们这儿加了小吃座啊？这人比以前更多了。嗨，要不我说我一见了你就是葵花见太阳了。这都托了你跟你们家那位仙儿的福了。我这天天爆棚，而且这些顾客呀，对我们家的其他小吃评价还都挺高。我跟我舅舅一合计，干脆就把这店改成综合小吃店，你看怎么样？特别棒。哎，最近怎么在这条街上没看着你啊？我换别的地儿推销别的东西了。这不今儿去那公司离这儿近吗？你想午饭就跟你这儿解决吧，顺便照顾照顾你的生意。够意思，这顿饭必须我请。哎，我这新添了几个小菜，等会儿啊，我给你端去啊。哎呀，这小疯子，不当推销可惜了。来，哎，先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哎呦，那还有俩呢，马上就来。好。好吃吗？嗯。栗子姐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碰巧路过。这儿也能碰巧路过啊？怎么啦？你的意思是不欢迎我？不是，我没这意思，我就是给惊着了。你吃了吗？没有，我能吃吗？啊，等，谢谢。这些东西都是你推销的呀？啊。你不光只推销这一家店吧？啊。这整条街上的店你都要推销？啊。你见到我很尴尬吗？啊？没有啊。不是，我是，哎呀，没想到你会来这儿，还坐在这儿吃东西，我是一时半会儿没适应。你知道吗？坐在这种地方吃饭，可是我从小到大一直梦寐以求的事儿。啊。没想到这次谈得这么顺利啊！那几个经销商一看是你亲自出马，想都没想，立马就把约给签了。可见您现在在他们心目中的威信已经超过董事长了。合作了这么长时间，我给他们争取了多少利益，他们都心里有数。是，当然愿意给面子了，这也是咱们日后独立最大的筹码啊。哎，前面就是东市小吃街了，楚木就是在那儿拿下10个订单的。哎，你想不想知道周浩为什么打死都不相信这些订单的原因？到前面一看就知道了。真好吃。小的时候，我每次看到一家几口亲亲热热的吃路边摊，我就羡慕的不行。我老妈是个医生，有洁癖是必然的，所以啊，根本就不可能允许我吃路边摊。可越是这样呢，我就觉得路边摊的东西特别好吃，看起来热气腾腾的又很香。最重要的一点是非常的热闹，就像现在这样，你往这儿一坐，就觉得吃什么都有滋有味的了。吃饭就得有气氛。像你们那家人啊，虽然坐在一起，可是都感觉对面门人似的。哎呦，那饭吃的3、2口就堵了。要说你们一家人都瘦呢。哦，古人云食不语，这其实也是一种礼节。你果然还是不拿我们当一家人啊！一张嘴就你们家我们家的啊？没有啊，我那是举一个例子。其实我对这些也没多少感觉。不管是小时候跟我爸在一起的那些年，还是后来跟了二爸、齐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还有我们吃饭的时候，都是热热闹闹的。就是出来吃路边摊也特经常，真的。我们觉得吃饭就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再到后来，换了准三爸。准三爸这人呢，性子有点冷，再到后来就是到了你们家，不是我们家，咱们家，对，到了咱们家就更有礼节了。反正我也觉得，哎呀，想热热闹闹吃顿饭确实挺不容易的。
看你平常跟文一、琪琪斗嘴的时候，这嘴皮子挺利索的。这个地方居然能把消毒餐具推销出去，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啊！哎，你看，那不是楚木吗？跟他女朋友一起吃饭呢，笑得还挺高兴。薛之力，他居然回来了。薛之力，徐茂祥的大女儿。啊，那个投资界的天才，楚木居然跟他走得这么近，哼，有点意思啊。怪不得你叫我爸三爸呢，原来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爸。哎，那准三爸是什么意思啊？准三爸，准三爸就是我妈跟二爸离婚以后找了一个男朋友。本来听他们的意思呢，是准备要结婚了，还特意安排我见了2面。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，突然就分手了。然后分了手以后，我妈就从原来那个公司辞职了，然后呢，通过朋友介绍进了你们茂森国际。因为本来是要当三爸的嘛，没当成，那就叫他准三爸了。真够复杂的。我能问你个私密点的问题吗？啊，你问吧。我刚才听你说的感觉，好像你小时候的家庭环境还挺温馨的。我是说，你跟你亲爸在一起的那段日子。小时候虽然家里不富裕，但是日子过得特快乐，真的，每天都特快乐。那文一为什么还会跟你老爸离婚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是因为我爸太老实巴交了吧，再加上，也一直没干出什么大事业来。要不就是两人性格不合。看我妈，她每天就像一个永动机似的，精力永远旺盛，永远停不下来。然后我爸就是一个想过平平淡淡日子的那么一个宅男，所以他们俩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所以过不长吧。那你老爸也再婚了吗？没有，他一直一个人。我劝过他，他自己不愿意。唉，我也没办法，只能是尽量多抽时间陪他呗，别让他一个人觉得孤单。不过好了，他现在工作也开始忙了，应该也没时间觉得孤单了。哟，对了，我都忘了问我妈有没有打电话过去祝贺他了。我估计啊，99.9%他没打这个电话。啊，我妈对我爸的事儿一直就不怎么上心，哎呦，都得我盯着。吃。哦。薛家人能在这儿吃饭，真不容易啊。薛茂祥这个女儿可不是一般人呢，她到底在想什么，最后会干什么，没几个人能猜得出来。她和她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薛阳的关系，已经让很多人意想不到了。不是说他们姐弟俩关系很好吗？就是因为太好了，就更让人不能理解了。薛阳那个去世的妈妈，当年可是个小三儿啊。薛茂祥和薛之力母亲离婚最大的导火索就是因为他。可是这个薛之力居然根本不理会这些，最后跟薛阳的关系处的比那些同父同母的亲姐弟关系还要好，这让很多想看薛家笑话的人全部大失所望啊！那这里头肯定包括周董事长。那当然了，周万里对这个小丫头一直是很有戒心的。不过后来的很多事儿也确实证明了，只要薛之力一回来，薛家本来可能要发生的各种冲突啊、矛盾啊，很快就全化为无形了。真没想到这个小丫头还有这么大本事。走吧。
孙乾，你以后可以跟楚木尽量走得近一些，越近越好。不过记着别在公司里做太明显就行，一定要避开周家的人。你是要把他变成自己人吗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。更何况薛之力在投资界能量巨大，将来咱们跟他也不是没有合作的可能。所以楚木会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渠道，通过他，既可以了解一些薛家的动向，又可以随时跟薛之力搭上关系，一举多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好，我明白了。